的生活，每天做不相同的我，柴米油盐的活着，朝九晚五的，太多难关要攻克。妈妈说别人都靠谱的，闺蜜说我想太多，有时有点胆怯，有时少点坚决，幸福要怎样才能把握？做越多，做越多，那是借口掩盖懦弱和懒惰。我不怕谁没摔过尴尬过，小心翼翼怕错，不如大方洒脱。我不吝啬给自己承诺，做越多越收获，哪怕一天一个小小的糖果，舍不得，心里也是甜甜的，点滴滴的快乐，是投入的 reward， 给自己留一点颜色，画更美的生活。建华，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的跟周秋过日子。她是个好女人，你好好待她。假如再有来世，我还来找你，我还来找你结婚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我没事儿，我这都挺好的啊。我们两个吃了喝了，还能剩下不少呢。真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你放心吧，嫂子她不会走的。妈呢？妈身体怎么样？知道为什么让你们鞠躬吗？人家阿姨是长辈，我们鞠躬是应该的。他把这房子留给咱家了。爸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房子是人家家的呀。遗嘱上写了，我也是刚知道。没有下辈子，再怎么遗憾，我们也相识一场。要是有来生，我们就谁也不认识谁了。哎，开饭了，来吃吧。哎，爸，吃饭了啊！
吃吧。吃吧。吃吧。哎呦，你别洗了我。哎，没事，哥，没事。你别洗了我来。哎，那行，那我收拾别的。回来。有事啊？有事儿。上次那事儿啊，是哥冲动，对不起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就那个事儿嘛。哦，嗨，没事儿了，没关系，你不提我都忘了。这事儿啊，也不能怪我，全赖我爸。他性子急，我遗传他呀。你别记恨我啊。哎，这个事情吧，搁谁也着急，也怪我，我提前跟你商量商量就好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多了也都是误会。反正哥这道歉啊，你全收就行。没事儿。你说不说吧？我收。那行，你接着洗。哼。你是咱们妇联呀最出名的公益律师了，你这一出面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这就是一般的事儿，我就不找你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孩子必须得管，要不管呀，那他就完了。他真的没打你？没有。你脸上和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都是我自己不小心磕的。别害怕，有什么情况都可以告诉我，这里会保护你。真的没有。真的都是我自己磕的。她和她的丈夫啊都是外地的，来北京已经3年了。听他们小区居委会说呀，她这丈夫已经打的不是1天2天了，有时候打急了呀，他就跑到他们小区外面那个公共厕所里边，躲在女厕所里啊就不敢出来。这回又是，要不是居委会的人拦着呀，都怕出人命。你说这孩子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她自己就是不承认她老公打她，也不肯离婚。我当时就劝她，说给她找个律师，让她告她丈夫。她说什么都不同意。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才给你打电话。你见的家庭暴力也多，你又能说，你劝劝她。她要是再不离呀，那就得等死了。他有他的难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认识他。哎呀！哎呦，可找着你了！你可不知道找你有多难。哎，上次你说那事儿，你再好好教教我。上次你也没说明白啊。你给我的印象是钻进钱眼里的人。我要是有钱，我早就去买彩票了。要是万一中了，到时候我可就成有钱人了。你缺钱，所以你要利用任何一切机会去争取。但是你挣来的钱不是给自己花。你赶紧让那个老太太给你涨工资啊！她要是不给你涨，你就出去给她散去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不愿意在这排，你去隔壁嘛。隔壁人。你不觉得你买个东西太磨叽了吗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这人怎么了？我拿动手！你给我吐出来！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妈呢？妈身体怎么样啊？我有一点想家了。给我！你干啥呢你？啊！一没走就打电话，走回去！打死你！回来，走。为了钱，他不惜利用自己妻子割腕的伤口去讹诈。你每天都要挣钱给他。除了懒惰，如果你丈夫没有吸毒的话，那他就应该是赌博，是吗？我现在能走了吗？你怕什么？他打你
咱们就跟他离婚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呢？松开我！妹妹，你听我一句劝好不好？又没有卖给他，你是自由的。我能帮你，玉芬。杨律师，杨律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谢谢你。我知道你们想帮我，但是我真的很好，我没事儿，我这些伤真的都是我自己不小心磕的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放过我吧，好吗？你们让我走吧，别管我了，让我走吧，好不好？杨律师。我真的很气，让我走吧。哥，上次经你那么一说呀，我是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你说我怎么没早遇见你呢？要不然我估计这事儿早成了。所以，哥，这事儿你必须得帮帮我。你看啊，你媳妇儿跟肖彤是同事，我跟肖彤要是能成了呢，那咱俩还不成连襟了吗？哥，你教教我，我这人轴，我就喜欢他，除了他我谁也不娶，到死是光棍我都认了。兄弟啊，不瞒你说啊，我只是告诉你要钓鱼，至于你怎么钓，在哪儿钓，什么时候挥竿，什么时候撒网，我管不着。太细节的东西呢，我把控不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其实也没有太多实战经验，顶多是个嘴上将军，是吧？啊，你该怎么走，走你的，别来干扰我的生活。说实话，今天要不是你死缠烂打，我这顿饭我是不会来的。我这个人吃人家的嘴短。不是哥，你说那评书我听过，三国我也看过，哪个军师不是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呀？不是哥，我知道你是高手，你就指点我两招我就够用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我记你一辈子。喜糖发2份，3份。不是，你不知道我找你费了多大劲呢。你先别激动，你坐着。那你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？不理人啊！我现在就在他面前抹脖子，他都不再多看我一眼。这个情况就比较麻烦了。那人家这是死活看不上你啊！不是，那我不管啊！我现在跟你说，我就是非他不娶。我行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轴，打一辈子光棍也认。这事儿啊，你得这么办。玉芬，该说的、该问的都完了吧？别耽误了下午和那个老光棍的面试，好吗？走吧，啊，来。这个老头子顿顿要吃鱼，但我摊钱的时候都要你，他肯定是个冤大头。哎，你别老拉个脸呢，你笑会儿，高兴一下。你的沙发是当事人坐的，稍微有点脏，所以我就坐这儿了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动你任何东西。有事吗？大事倒是没有。那小事是？老段刚刚找过我说，以后除了公益类的案子让我优先处理。我猜他是想发挥你公益方面的长处吧。所以
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思啊。我没有什么意思，不管公益不公益，只要是我接到的案子，我都会尽力的。那我希望你的效率会高一点。我的效率很低吗？我听说之前有很多夫妻找你打官司，也都拖了很久啊，是吗？好像没有规定离婚的时间吧？是有人想打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吗？姚律师，我很早就听说过你的风格和名气，我非常欣赏你的情商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会跟你一样。谢谢你的夸赞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律师这个行业呢，有时候要证明自己，拼的不是良心，而是效率。我一年打几10个官司，我希望你起码能达到我的1半。到时候我可不想听到别人说，你们律师所的律师效率都怎么这么慢啊？这么嘴欠的人，花在别人身上的时间肯定比我们的多。行了，我先走了，要不然你更得讽刺我了。有空常来，如果你有那么多空闲时间。有空我也不会来的，除非你影响我的时候。肖律师，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吧。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姚律师，说实话，你不去演戏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咱们所可承载不了你的才华呀！为了看我的笑话，连丈夫都上场了，夫妻档嘛。小彤，小彤，你把这拿走吧。哎，肖律师，这个案子交给您了，麻烦你了啊，我走了啊。好，慢走不送啊。不走寻常路啊你！啊，这么缺德的招，谁教你的呀？说吧，说了呢，我就跟你去吃午餐，一顿午饭，绝不食言。乖。是杨哥。不过我也不在乎，生活这么无聊，全当我配合你们博你们一乐了。以后要是再想过招，最好还是在案子上见。这么无聊的事情，下不为例。肖律师，肖律师，谁知道他追的妞和你是这么个情况？不过啊，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。这种人这个世界上多的是，从上学的时候就有。特别的高傲，觉得谁都不如他。对付这种人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不理他。唉，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竞争啊！在家和我妈斗，谈恋爱的时候跟你斗，结婚以后跟情敌斗。当然这是误会。哎呀，在职场和工作上那就更别提了，斗归斗，竞争嘛。不过这件事呢，是我们不对，我已经跟他道歉了。你们两个没有动手打起来吧？那倒不至于。话说回来啊，他这人挺聪明的，就是有点招人烦。也好，你就继续做你的斗争，我呢是你的大后援。
如果有一天做的不开心了，可以辞职回家，我养你。说话的口气挺大呀，护士长。这不是口气大不大的事儿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不信你就辞职回家，看我能不能把你养得膘肥体壮。那你越是这么说呢，我越得跟他掰扯掰扯这手腕。凭什么还没上场我就弃权呢？我生气，我都快气死了。总之，现在就一句话，能有多快就多快。我恨不得马上就跟他离了，一了百了。财产分配呢？我都跟田刚说了，让他净身出户，1分钱也别想拿走。回头我把孩子的姓也改了，让他不姓田，跟着我姓李。他跟他前妻根本就没有断，3天2头的通电话，动不动就往他前妻那边跑，还以为我不知道。他前妻？我们都是2婚。他和他前妻恢复来往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他们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我都记下来了。姚律师，你别以为我变态，喜欢看他们这些，是他们管不住自己。见面的次数太多了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。总之，他们几乎天天泡在一起。姚律师，我想马上起诉。你所有的生气、情绪上的愤怒，我都很理解。但是作为你的代理律师，我必须要清楚地知道你们是怎么谈崩的，谈崩的原因是什么。知道这些，我才能更好地帮助你。还有，你观察了这么久，记录得这么详细，为什么半年以后才提出离婚？半年之前为什么不提呢？他和他的前妻为什么恢复来往？你有意地忽略了，可是恰恰这些很重要。姚律师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你是个律师，你操的心是不是太多了？你要打官司，你要证据，我给你的这些还不够吗？再说，这些田刚自己都认了，还要什么证据啊？爸，什么见不得的事儿，非得关上门说？我以前那个遗嘱都看过了吧？遗嘱？什么遗嘱？瑶瑶都已跟我说了，我当时昏了头，本不打算再提这事儿，可既然你们看了，有些话我想跟你们说清楚。爸，不提这个了。哎，我哥们儿给我弄点新的绿茶，我给你俩泡点。坐坐坐下，坐下。爸也老了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们说说我心里的打算。反正咱家这些东西早晚是你们俩的。哎呀，爸，我跟庄重都是你亲生儿子，分给谁不是分啊？听我把话说完。当时呢，写了一半没写完，现在呢就跟你们面对面的说清楚，啊，以免误会。当父母的最怕你们之间闹什么纠纷。我的本意呢，是把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给庄重，留下的存款呢给你。现在既然阿姨把她那套房留给咱家了，那就好办了。既然有2套房，这套房呢还是给庄重，那套房给你，庄爷。毕竟庄重结婚比你早，你这当哥哥的，让着点他。那套房子呢，虽说老了点儿，面积呢也没有这套大，可那毕竟是学区房啊，从价格上来讲，都差不多。你说呢？爸，您不是早就已经把这套房给我哥了吗？
不是，那什么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哥了？庄爷，哎呀，你把那个红给我，把那红给我。不是给你了吗？放来回中。哎呀，控线啊！别玩了，你们俩倒是说句话呀。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教教我。别这么跟哥哥说话。你看到没有？还是瑶瑶有觉悟，她都不生我气了。我知道你生气啊，我也知道你小心眼儿，你怎么小成这个样子呢？我可不敢啊！二位可是咱家的皇上娘娘，你们两个哪个生气都够我喝一壶的，我可得小心着把你们伺候好。你要再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们道歉。哎，太坑了，又坑了。哎，我受不了，用不着你道歉。来，老婆再来一句。哎，你别玩了。当时不也是心急吗？那我是你哥，真要到分房子的时候，我还能昧着良心把这房子收下？能。那你也太小看你哥了。我有你这个弟弟啊，我学都能学好了。嗨，老子，乐乐找了个大师，可厉害了，给他把的脉，说是个男孩。是啊。这事儿不是编的吧？也不是大师，我们俩去那医院，号脉的事儿是真的。那至于男女，谁说的准？那乐乐怀孕这事儿不是编的吧？你哥我做人是有底线的，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能编吗？行了，那我就不跟你追究了。哎，对了，哥，这不乐乐怀孕吗？我又给她买了这牌子的新产品，更适合这个时候用。这不你送过好多次了吗？对呀，不用了。行了。行。哦，对了，你俩有个事儿，可别忘了啊。有事儿是什么事儿？我说你小子1万块钱才揣兜里几天呀，就忘了？是不是得还给我呀？喂？什么？他这么打老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呢，我就以咱们的名义给他发了个律师函，没想到害姑娘又被打了一顿。他以为玉芬找你干的。不管是不是，那畜生也不能这么干呀，把人往死里打。那姑娘都跑到马路上来了，他又拿着棍子追出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那公安机关应该会立案的，关键是玉芬这样的，应该走特殊途径。妇联会帮他维权，官司我可以帮他打，法律问题我都可以帮他解决。他的商业显而易见，很好取证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绝口不肯承认，我们一直会很被动。不是这傻姑娘到底怕什么呢？再这样下去，她男人该把她卖了。我已经跟我前妻谈过了，从今往后，不可能再出现藕断丝连的情况了。我可以连他面都不见。这些话你应该去跟李丽说，我觉得。他已经不让我跟孩子见面了，这孩子是2个人的，我就希望你能帮我劝劝他，孩子太可怜了。
为了孩子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不想离婚。你是说你们俩的孩子，就是你跟你前妻也有孩子？我有时候去见我前妻，就是为了见孩子。我们俩人离婚以后，她也没再嫁人，一个单身女人带个孩子，日子过得太辛苦了。我是看不下去了，想去帮帮她。你跟你前妻联系的程度？没有什么，就是见见面嘛。哦，去年年底我借给她3万块钱，可这事儿李丽也知道啊，而且之前她还挺支持的，所以钱不是你们的问题。对，说心里话，我也不希望我前妻经常来找我，可是没办法，孩子病了，她一个单身女人，我能不帮吗？再说了，孩子也是我亲生骨肉，她一辈子都得叫我爸爸呀。有些话可能有些冒昧，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。当然。首先，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但是今天这个事情，如果换作是我的丈夫，他涂着指甲油，穿着女士的丝袜，偶尔会戴着女士的耳环，甚至会经常出入一些女士化妆品的商店。换位思考，那些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，我都有可能会跟他吵起来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姚律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事情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是个正常人，我做一切事情，都是因为……片子出来了，骨头没事，放心吧。但是得疼几天。谢谢。你也别谢我了，我是这护士，这都是该做的。妹妹啊，你爸妈知道这事儿吗？也是啊，让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反而更担心，对吧？你为什么那么怕让他们知道啊？这个事儿又不是你的错，对吧？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那么怕呀？你，嗨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怕他哪一天啊，万一失手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要是把你给打瘫了，你想过以后你父母该怎么办吗？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周大哥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真的没事，真的。我求求你们别管我了，你们来找我，他肯定就会打我。我真的求求你们了，如果你们再来找我的话，我肯定还会。好，我知道，你先别激动啊。你要不想聊这个，咱就换个话题啊。咱那个聊点别的。哎，你家是哪儿的？怎么样，爸爸跳的好不好？不好，但是我们班的同学的家长没有比你跳的好的。跳的不好也没办法，爸爸天生又不是干这个的。但是爸爸也没有赖皮，上次加班没有去学校，这次给你补回来。是不是那个狐狸精不让你去的？他还在吗？没有了，爸爸已经把他赶跑了。你没骗我？那怎么会？爸爸说话从来都是兑现的。谁才是狐狸精？李丽说田刚和他前妻背叛了自己，田刚和前妻所生的孩子又在指责另一个被称之为狐狸精的女人。这个狐狸精是李丽吗？对，说的就是我。以前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小三，其实我和田刚，我们俩互相有好感，也是在他离婚以后。只是他的女儿
一直认为我不是个好人，叫我狐狸精。钱刚是因为他的女儿，他女儿有白血病。这个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姚律师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自从他女儿生病以后，我该出钱出钱，该伸手伸手，该帮的忙我都帮了。可是他前妻天天打电话找他，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了21个。我是个粗人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。说句昧良心的话，他女儿的病也不是什么急症，他前妻就是用这个做借口，天天来找他。我也看过他们俩的短信，他们毫不避讳，10条中间没有1条是关于他女儿的。当初我选择嫁给他，也就是图他人实在。他说他没钱，我们俩结婚摆酒的钱也是我自己出的。他说我们2个人都是2婚，结婚需要简单一点，这些我都答应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再艰难的日子，我也陪他一起走过来。我对他付出了那么多，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？你慢慢说。我为什么要让他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不给他？因为我也有儿子，我要是把钱都给了他，我和我的儿子以后怎么生活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你提出离婚，无论是找任何一个律师代理，到了法庭上都不可能做出对你有利的判决，因为田刚没有过错，就算你想跟他离婚，他也不能1分钱不拿就出门，反而因为他这种特殊情况，很有可能分到更多的家产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们和法院连是非黑白都分不清楚了吗？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有出轨的行为，即使你那些所谓的证据，也只能证明他和他的前妻还有他的女儿在公共场合一同度过，这并不是过错证据。你也先别激动，我说这些呢，只是想让你在做决定之前，把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告诉你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你们不离婚，像田刚女儿现在这种病，能够存活下来，应该算是奇迹。也许我们应该更豁达一点。姚律师，你觉得我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是吗？可是姚律师，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的是，他们为什么这么频繁的接触？我怀疑田刚的前妻想和他再生一个孩子。再生一个？对。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吗？当然，他前妻的理由说到哪儿都没有问题。他们需要再生一个孩子，来拯救现在的孩子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他们可以试管婴儿，这样一样可以解决问题啊。我先不说，我的丈夫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孩子，我心里是什么感受？可是孩子生下来了，长大了怎么办？抚养费谁出？涉及到家产继承又怎么算？生了女儿怎么说？生了儿子又怎么说？好，哪怕这些我先都不管，我2眼一闭，我认了。为了救孩子吗？可是梅西，你的意思是，医学方面的事情我不太懂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跟他前妻做不出试管婴儿来，到底是什么毛病，是什么问题，我都不清楚。可是，是不是试管婴儿，这根本就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他根本就不想告诉我，他想瞒着我，他就想这样偷偷的跑出去和他的前妻约会。他的前妻什么时候怀孕了？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算完？姚律师，你和我都是女人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是你，跟他还过得下去吗？
很抱歉，李丽，我现在不能给你办离婚。如果我给你们办的话，有一天冷静下来，你会后悔的，田刚也会很痛苦。而且，我也不能让你们任何一方做出让步，这样对你不公平，对他的女儿更残忍。如果你相信我的，我不相信。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对不起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田刚吗？李丽不知道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。什么？你已经收到离婚协议了？什么时候？李丽换律师了。亲爱的，原谅我忍不住想哭，两个人都不想认输，太辛苦，好孤独。那近在咫尺的幸福，不知不觉面目模糊，看不清楚。我们怎么了？手牵手走进了迷雾。我问你有多在乎，你说你用心良苦。不是不爱了，却感受不到那温度。那份幸福，越想保护，越抓不住。原来只有读懂你的心，才能读懂幸福。原来我以为最平凡的相处，却更要呵护。爱不靠天赋，只靠付出，懂珍惜才能领悟，不怕痛才会有。爱不靠天赋，只靠付出，像一本无字的书，用心去读才懂幸福。读懂了你就懂了幸福。